5月初，邱醫師進行了一項試驗哈。我喝咖啡的時候呢，先用濾紙過濾一下，然後呢，希望借此能夠減少血中膽固醇跟這個壞膽固醇，就是 LDL 的濃度哈。因為我驗血發現啊，好像咖啡喝得多導致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1個月過去了哈，很多網友敲碗啊，希望邱醫師趕快宣布這個結果哈。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在今天節目開始以前，請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訂閱的人數越多，邱醫師講的越起勁。你們要給我多多鼓勵啊，我也會找出更好、更多、更有用的資料來幫助更多的人。影片發表以後，很多網友問的問題啊，先回答一下啊，然後很快我就會把這個1個月之後啊，再次驗血呈現出來結果跟大家報告哈。很多網友在邱醫師的這個影片下方留言呢，主要問到3個問題，我在這邊跟大家回復一下。第一個就是說，有人看到邱醫師用濾紙喝咖啡，很關心我，他說會不會用濾紙喝咖啡啊，喝進很多塑膠微粒哈。另外一個有網友問到說，這個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嘛？有淺烘焙、中烘焙跟深烘焙。那這不同的烘焙程度对於咖啡豆當中那個咖啡醇跟咖啡豆醇的濃度有什麼關係？如果我們要喝，應該怎麼選擇？第三個也就是比較生活化的問題了哈，就有人問到說，那我如果是在超商買咖啡，我應該要怎麼樣來避免喝咖啡的壞處？濾紙喝咖啡跟濾掛咖啡，其實是有點不一樣的哈。濾紙是由木漿做成的，你們看我用的濾紙，它都沒有一些外面附加的一些構造，所以基本上啊，它應該是不會有塑膠的成分在裡面。即便少數的濾紙可能還有一些聚丙烯來作為那個粘合劑，即便如此，這樣釋出的塑膠微粒含量還是非常的少的哈。我跟各位報告，有的廠商甚至大膽的在他們的官網當中宣稱他們做的紙濾紙啊，絕對不含塑膠微粒。例如有一個專賣咖啡濾紙的廠商，他就在官網當中宣布說，他們沒有含這個塑膠微粒哈。那你想想看現在爆料這麼盛行，他敢這樣在官網當中這樣子公開宣布他不怕被爆料，我認為他應該是有把握才會這麼說。好，那大家看一下這個濾掛式咖啡，你把濾掛式咖啡折起來掛在這個杯子上，你就會發現說，它不是只有濾紙的成分，它還有很多固定形狀的一些構造，還有就是掛在杯子上的一些耳朵這樣的構造。那這些構造裡面，其實它用了很多粘着劑，還有塑料在裡面。這些塑膠成分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酯，還有再生纖維這些東西。有一項研究就發現說，這種濾掛式咖啡呢，你如果用95度C 的熱水去沖泡5分鐘之後，大概就會溶出1萬顆塑膠微粒。如果你一天喝3杯到5杯就有可能喝到5萬顆以上的塑膠微粒所以這種濾掛式咖啡跟濾紙喝咖啡是不太一樣的。有一陣子很流行那個膠囊咖啡這種膠囊咖啡邱醫師找到的資料也告訴我們說因為它裡面用的是塑膠的原料包括它那個包裝還有裡面的內襯都有一些塑膠原料，這種膠囊咖啡也很容易釋出塑膠微粒另外呢，我們雖然在家裡用咖啡機煮咖啡呢，可是因為咖啡機當中也有一些塑料部件，那這種塑料部件很難避免在熱水沖泡的過程当中呢，還是會跑出一些塑膠微粒出來這樣子看起來呢，用濾紙來過濾咖啡反而是安全的甚至有研究說，如果你的水分當中有塑膠微粒的話，你用濾紙把它過濾以後，可以過濾掉大部分的塑膠微粒，再加上濾紙本身不太可能會自行釋出那個微粒所以反而能夠幫助我們過濾掉飲水當中的這個塑膠微粒它是有幫助的。再來談談，我們有時候喝咖啡會用那個塑膠杯或者是內襯膠膜的紙杯這樣子的容器來裝咖啡或飲料。其實這種塑膠杯或者內襯膠膜的紙杯在接觸熱飲的時候很容易快速釋出大量的塑膠微粒。有統計說，你用100度C 的水浸泡15分鐘就可以釋出大約25000個塑膠微粒。不止喝飲料用這個塑膠杯，有時候我們在自助餐吃便當，它也用紙餐具或者是用紙杯來裝一些熱的菜或者熱的湯，甚至還有人用塑膠袋來裝熱湯。這些東西在使用幾分鐘以後就會大量釋放出塑膠微粒。有很多論文已經發現塑膠微粒對人體的傷害。我找到一篇2024年發表在生物工程醫學期刊，上面有一篇統合分析，它的題目是塑膠微粒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風險、疾病跟受影響的身體系統。這個塑膠微粒它很小，大概每一顆大概是10到500個 micrometer 它可以從呼吸道、還有我們的消化道、還有我們的皮膚進入到我們的人體
所以你吸的空氣、你喝的水、吃的食物、你用的一些產品，都有可能讓塑膠微粒進到人體當中，然後從血液當中進入到全身各個器官。那麼在人體累積一段時間以後呢，就會導致呼吸系統的發炎、消化系統的發炎，損害了我們的免疫功能，然後呢，對神經細胞跟心血管細胞都會產生毒害，所以造成心血管的疾病、慢性疾病，還有一些神經系統的疾病。甚至有研究發現說，這些塑膠微粒還會從媽媽的胎盤進入到胎兒的體內，影響了胎兒的發育，然後也有可能導致不孕症的發生。談到這裡呢，邱醫師給大家幾個建議了。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呢，盡量減少喝濾掛咖啡或者是膠囊咖啡。在家裡用咖啡機煮咖啡的時候呢，也盡量用濾紙過濾一下比較好。為什麼？因為咖啡機當中的塑料部件呢，在沖煮咖啡的過程當中，也有可能溶出塑膠微粒來。另外，我們在外面喝咖啡，盡量減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膠杯或者是內襯膠膜的紙杯。建議大家用紙濾紙搭配非塑料的杯具例如玻璃或不鏽鋼的杯具是比較好的替代方案。像我用的不鏽鋼的杯子，上面放個濾紙，把咖啡過濾一下，或者是使用一種外出可以磨豆子又可以煮咖啡的不鏽鋼的器具，它上面有一個不鏽鋼的濾网，喝咖啡用這個不鏽鋼濾網把它過濾一下，這都是很好的選擇。第二個問題呢，有網友問到說，如果我們不希望咖啡當中的咖啡醇跟咖啡豆醇太多，那我們在選咖啡烘焙程度的時候應該怎麼選？這個咖啡的烘焙程度的確是會影響咖啡豆當中二鐵類的脂溶性化合物，包括咖啡醇跟咖啡豆醇。咖啡醇是 cafesto， 咖啡豆醇是 cahuillo。這兩個成分我在上一個影片當中也跟大家提到，這些成分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呢，有可能影響我們血液當中的膽固醇跟 LDL 嘛，所以我們在選咖啡的烘焙程度的時候就要了解一下。那麼醫學文獻呢，其實做過很多研究，多數的論文都證實說烘焙程度越高，咖啡豆當中脂溶性的這些咖啡醇含量就會減少，主要就是因為它高溫烘焙之後把脂溶性的這些成分破壞或揮發掉。例如2023年發表在這個分子醫學期刊 Molecules 上面有一篇論文，它探討說生咖啡豆跟烘焙咖啡豆中二鐵類化合物的這個成分，並且呢研究說烘焙的時間跟溫度對這些化合物產生降解的影響。他的研究就發現說，烘焙的過程當中，這個 cafesto 跟 cahuillo 會發生氧化反應，然後呢產生很多降解掉以後的化合物，也就是它被破壞掉的意思哈。那2018年呢，在這個藥用食品雜誌當中也有一篇論文，發現說烘焙對咖啡成分影響的證據。這篇文章中就提到說，烘焙程度會影響咖啡萃取物當中抗氧化跟抗發炎的效果也就是說，烘焙程度越高呢，抗發炎跟抗氧化的效果就越差。那這些抗氧化跟抗發炎的效果呢，主要呢除了綠原酸以外，就是二鐵類的化合物，包括咖啡醇跟咖啡豆醇。1997年呢，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呢是比較早發表的論文，也說明了這個烘焙跟沖泡方式對於 cafesto 跟 cahuillo 的影響。簡單的講，就是烘焙程度越高呢，這個二鐵類的咖啡醇、咖啡豆醇還有這個綠原酸都會減少。好，那邱醫師給大家的建議是說，雖然烘焙程度高一點它咖啡醇的含量會比較低，也就是說對我們血中膽固醇跟 LDL 的影響會少一點。可是呢，因為論文都有提到說，烘焙程度越高呢，連帶的对身體有好處的綠原酸也會減少，而且呢大家也不要忘記咖啡醇跟咖啡豆醇雖然是會影響膽固醇跟 LDL， 可是呢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跟抗發炎的物質，所以沒有必要說非除之而後快。如果你喝咖啡以後膽固醇 LDL 甚至三酸甘油酯都沒有升高的現象，其實你也不用這麼大費周章，你就安心的喝就好，你只要減少塑膠微料的攝入就可以了好，最後跟大家談談在超商喝咖啡要怎麼喝了其實邱醫師也經常在便利超商買咖啡，我每次要去打高爾夫球的路上，一定會先買一杯冰咖啡，我買的是美式冰咖啡，因為冷刺激對於提升新陳代謝跟促進身體健康都有幫助你可能不太相信也許你是第一次聽到說冷刺激對身體有好處。如果你不相信，請你回去看邱醫師之前拍過的有關冷刺激對健康跟對新陳代謝影響的影片好，那我們在超商買咖啡如何減少這個塑膠微粒跟咖啡醇的這個對身體的影響我的建議是這樣的，如果你可以選擇深烘焙的咖啡豆去煮的咖啡的這樣的超商呢，那你當然優先選擇。可是好像很難我去超商買咖啡，大概也都不會問他說你這個咖啡豆是深烘焙還是淺烘焙，除非你可以事先在網絡上查到說某某超商他用的是深烘焙的咖啡，某某超商是淺烘焙的咖啡。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
辛苦了哈。那如果呢，你只是想要減少這個咖啡醇的含量，你不想去減少綠原酸的含量，那你當然不要選擇深烘焙，因為深烘焙兩個都減少了，你可以選擇淺烘焙或中烘焙的咖啡豆去煮的咖啡哦。你只要怎麼樣？你只要在喝的時候用濾紙把它過濾一下就可以了哈，不要擔心濾紙會釋出這個塑膠微粒，我前面已經講過了哈。要享受喝咖啡的好處，不想這個喝咖啡帶來一些壞處呢，我覺得最好的做法就是你自己攜帶一個自己的喝咖啡的用具，不要使用超商提供的那個紙杯或者塑膠杯啊，因為剛剛講過了，這些都會釋出塑膠微粒。好，那自己用的玻璃杯或不鏽鋼杯，如果你希望再減少這個咖啡醇或者進一步減少水中的塑膠微粒的話，那你就不妨用濾紙再過濾一下。好，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啊！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我們的頻道呢已經推出會員制度了哈，如果對邱醫師這個頻道邱正弘談健康有興趣的話呢，歡迎大家加入會員。邱醫師會有很多福利給我們的會員啊，希望大家都來加入啊！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